这是乌拉国20年来最好看的一部悬疑恐怖电影，由刺客联盟和猎杀 T34特效团队倾力打造，紧张逼真的恐怖氛围让人全程惊心动魄，剧情设计跌宕起伏，不看到最后一刻你绝对猜不到结局。故事开始于一架从乌拉国飞往欧洲的航班上，小米亚正倚着妈妈在飞机上酣然入睡。当飞机行驶到波罗的海上空时，突然遇到了强烈的气流，剧烈的颠簸将米亚从睡梦中惊醒。她不安地向四下张望，却怎么也看不到妈妈的身影。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，米亚好奇地向后看去，只见后排坐着一个老太太，嘴里不停地念着奇怪的咒语。老太太似乎察觉到有人在看她，突然睁开了双眼，吓得米亚急忙回头捂住了耳朵。此时飞机的引擎发生爆炸，当米亚再次醒来时，飞机上的其他人已经全部遇难。转眼20年过去，小米亚继承了妈妈的遗志，成为了一名医生。这天，她带着女儿搭乘一架夜间航班，准备去探望远在欧洲的父亲。由于天气原因，机上的乘客寥寥无几。虽然那场空难已经过去了很久，但每次坐飞机，米亚仍然心有余悸。她不得不用药物来克服内心的焦虑。就在飞机等待起飞时，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后响起。她恍惚间回到了儿时的房间，屋里不时传来妈妈说话的声音。当她循着声音一把将门拉开时，发现自己还是在飞机上，可刚才的一切却又那么的真实。然而诡异的事开始接连不断的发生，身后似乎有个人影总是在偷偷的盯着她。当她上前准备去查看时，空姐却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，让她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飞机很快就飞离了跑道，在深夜的高空中平稳飞行，机上的乘客也相继进入了梦乡。就在这时，机窗外有一股怪异的红光开始不停的闪烁，窗户上突然出现了无数只淌着黑色血液的鬼手，似乎要将飞机从空中拽落。而机上的空姐却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，嘴角竟还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米亚在睡梦中回到了小时候，妈妈做了她最爱喝的罗宋汤。当她大快朵颐地把汤送进嘴里时，突然看到镜子里的妈妈浑身血肉模糊，接着又开始疯狂地扭动身体，最后竟露出了一张阴森苍老的脸。米亚瞬间从飞机上惊醒，幸好只是一场梦。此时飞机遇到了强对流，天气开始剧烈颠簸，后座的老人突然心脏病发，晕在了座位上。身为医生的米亚知道后，急忙跑过去帮忙。就在他为老人做心肺复苏时，老人突然睁开了惨白的双眼，然后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嘴里说着奇怪的咒语。米亚被吓得连连后退，老人躺在地上开始不停地抽搐，众人手忙脚乱地按住老人，似乎只有米亚一个人看到了奇怪的景象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漆黑的身影突然从后座探了出来，没等米亚看清黑影的模样，躺在地上的老人便彻底停止了呼吸。飞机此刻驶进了厚厚的云层，剧烈的震荡将机舱内的氧气面罩都弹了起来，所有人只好就近坐下，等待飞机驶出云层。慌乱之中，米亚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空难时的景象，一切都好像在预示着什么。可他来不及多想，飞机平稳后，他急忙跑到女儿身边。好在女儿只是受到了一点惊吓，并没有受伤。米亚赶忙拿出画本让女儿画画稳定情绪。可刚刚发生的一切，显然让机上的人都开始紧张起来。空姐努力维持着飞机上的秩序，仅仅过了2分钟时间，女儿竟然很快就画出了一幅画。E noi due dove siamo? Eccoci qui. Ma non siamo seduti al 19. A me piace comunque. Andiamo ai nostri posti. 回到座位上后，米亚把看到的奇怪景象告诉了邻座的记者，可记者听后却不以为然。他觉得米亚一定是过度紧张才会出现幻觉。就在这时，米亚发现女儿居然一直在和谁说话。Che stai parlando? Con la signora. 米亚紧紧抱住女儿。这时空姐宣布了一则消息，由于天气原因，飞机不得不在附近的机场临时降落。米亚听到后立刻神情凝重起来，因为他们即将降落的机场正是20年前那趟航班的目的地。空姐在宣布完消息后，表情也变得诡异起来。而此时，一个掉落的氧气瓶正在前排的座椅下悄然泄露。这时一旁的女儿似乎看到了什么，突然害怕地哭起来。 Mamma, non voglio che vai via di nuovo. Ma non dire così, non ti lascerò mai da sola. Non lo dico io. È la signora che lo dice. Ha detto che te ne andrai quando un uomo comincerà a brillare. 正当米亚疑惑不解时，坐在最前排的商人把一根烟叼到了嘴上。米亚忽然明白了女儿刚才说的话，他赶忙起身想去阻止，可商人根本就不听他的警告，直接就点燃了火机。商人的全身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。米亚在火中再次看到了老太太的脸，他大声质问对方到底要干什么。接连发生的事件让他再也无法忍受。等众人将火扑灭后，商人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。就在这时，米亚发现一旁的画家始终在鬼鬼祟祟地画着什么。米亚强行让他交出画本，可画家根本就不理他。这时候排座位上的老妇人突然站了起来，然后笑着走进了洗手间。米亚顿时觉得她也有些可疑，于是急忙上前去查看情况。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洗手间里竟然空无一人。然而空姐的态度更加让人匪夷所思，他们根本不关心消失的老妇人，
只是让米娅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不仅如此，那个已经死去的老头竟然睁开了双眼，他猛地将手伸向米娅，米娅被吓得躺在了座位上，无数双黑色的手将她死死按住。挣扎中，她突然看到了头顶的座位号码，正是女儿刚才画的第19排。黑手随后瞬间就消失了。米娅不明白这19排到底预示着什么。这时她发现机舱前面的门突然开了又关，似乎有人在指引她逃离这里。她赶忙走到座位上抱起女儿，可没想到女儿却怎么也不愿跟她走。一旁的记者刚要上来阻拦，眼睛里竟然开始不住的流血。2个空姐立刻上来挡住米娅的去路，可突然间，一名空姐嘴里开始不停的往外吐水，很快就像溺水者一样倒在了地上。这更加让米娅坚信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当她经过画家身边时，这才发现画家竟然提前画出了所有人遇难的场景，就连米娅梦中的景象也被画了出来。然而还没等米娅问清楚原因，画家的身体竟然开始燃烧，转眼间就化成了灰烬。一定是那个老太太搞的鬼。米娅带着女儿开始疯狂逃跑，可记者和空姐立刻就追了上来，他们劝米娅不要离开这里，并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她。可空姐瞬间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吸走，随后记者的头上也突然冒出大量的鲜血，很快他就倒在了血泊中。米娅终于撞开了舱门，带着女儿逃了出去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他们似乎进入了无限循环的时空，不管穿过了几道门，始终走不出这个红色机舱。突然，米娅发现一个黑影出现在女儿身边，她拼命向前跑。就在这时，耳边竟然再次出现了老太太的声音，而这次却不再是那些奇怪的咒语。老太太将一切的真相告诉了她。原来就在当年的空难发生前，为了让幼小的米娅体验不曾拥有的人生，于是老太太用咒语将小米娅催眠。虽然米娅已经度过了20年的人生，但现实中其实只是在飞机上昏睡了1分钟而已。而且小米娅始终在用自己的力量试图解除魔咒，所以今天才会在梦中再次回到这架飞机上。至于醒来后米娅该如何拯救自己，老太太说她已经在梦中提示了很多次。米娅这下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这20年来自己一直生活在梦境中，而之所以女儿从上飞机就在不停地暗示要坐到第19排，或者这就是老太太提示她逃生的出路。时光瞬间回到了20年前，小米娅终于睁开了双眼，飞机正在急速下坠，米娅立刻解开安全带，艰难地爬到妈妈身边，她用尽所有力气将妈妈拉到了第19排。这时一名男乘客将他们一把抱起，正是梦中的那个记者。他帮米娅和妈妈固定到了19排的座位上，可随后自己便被爆裂的火光击中，倒在了地上。飞机最终撞进了一片湖水，机上的人都如米娅梦中的场景一样死去，而4分5裂的机舱断壁，只有第19排的座椅完好无损。座椅上的米娅和妈妈虽然已经身受重伤，但他们幸运地活了下来。而有着20年成年记忆的小米娅，该如何继续在现实中生活？可能这才是电影里最恐怖的谜题。